北约撕下了伪装，大军涌向了东欧。普京这次真要动手了，导弹直接瞄向伦敦。大家好，我是薛玉华，欢迎收看玉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北约大军涌向了东欧，普京开始回击，部署导弹，直接对准了伦敦。俄乌冲突已经过了大半年了，到现在为止依然非常的焦灼。俄乌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多个来回，这个时候俄乌两军正在赫尔松鏖战。观察家说，这次会战将决定胜负。不过北约这边也是坐不住了，开始调兵遣将，因为如果乌克兰输了，普京这边必然会乘胜追击；如果俄罗斯这边输了，也难保普京会不会孤注一掷。根据欧洲媒体的消息北约正在向东欧调集空军和防空导弹部队，德国、荷兰等国在斯洛伐克和波兰部署了爱国者反导系统，法国在罗马尼亚部署了曼巴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，西班牙则在拉脱维亚部署了国际先进地空导弹系统。这些装备能够拦截和摧毁巡航导弹、弹道导弹、有人驾驶飞机和无人机等等。北约说这是防御性的行为，可北约还在联络即将加入的瑞典和芬兰，要求瑞典、芬兰和北约国家一起封锁波罗的海，彻底切断俄罗斯在这里的出海路线。这恐怕就捅到普京的痛处了。这不，普京也开始回击了。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为了保护俄罗斯领土安全，3架装有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已经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地区。3架米格31是不是少了点呢？3架战机加上几枚导弹，能够威慑到北约吗？大家知道，匕首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之一，俄军一直视之为杀手锏。俄乌冲突焦灼到现在，俄军也没有打出过几枚，因为这个导弹非常的宝贵，打击普通目标不是上上之选。这型导弹最重要的作用是携带核弹头，攻击对方的大部队。配合上述战术核弹头，加上3架战机，我想就足够了。俄罗斯的意思非常明显，如果北约部队贸然攻击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，俄罗斯一定敢于动用战术核武器的。因为俄罗斯虽然在这里部署了不少部队，但毕竟是孤军，不能长久坚持。所以以核武器威慑北约军队的行动肯定是上上之策。就拿反俄一致最积极的英国来说吧，人们说英国积极反俄是因为离得远，但俄军战机部署到加里宁格勒之后，英国伦敦就已经处在了打击范围之内。很多人都希望能在这次俄乌冲突中看到俄军军改的成果，但是从现在来看，至少俄陆军的表现还是低于了大家的预期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军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凭借俄火箭军和空天军的战术核武器，俄军依然有能力反击北约的行动。这些东西在乌克兰恐怕是很难发挥作用，但用来对付北约，那再适合不过了。这是欧洲各国到现在还不敢直接参战的原因，因为谁也不想成为二战后第一个挨核弹攻击的国家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